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彭本牧师。今天呢，想跟大家来谈一下的，就是选择。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有很多的东西，我们要做决定，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做选择。比如我们起身的时候，一开始我们就要做选择了。选择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吃早餐，要吃什么早餐？比如我要穿什么衣服，比如我要坐什么的交通工具，去我要去的目的地之类的，我们有很多的选择。在选择的里面，你没有发现你是如何做选择的。比如你要吃早餐，你去到那个餐厅，有很多种早餐给你选，那你要怎样选？你想吃什么？对，那你是怎样做决定的？你是怎样做决定的意思是说，你是用什么标准，内心的标准去做这个决定呢？比如你是说我要吃健康的我要吃到让我不会胖的，那这是你选择的标准。或者我选我喜欢吃的口味，比如你比较喜欢吃甜，那你就选那些甜食之类的东西。比如你想吃就是比较贵的，如果你去吃那个吃到饱的一些餐厅，你就选最贵的，这就是你要选择的标准。所以当你做决定的时候，可以练习慢下来，到底你是如何做选择？你可以问问自己，我是如何做选择的？选择的标准是什么？那这样子你就会比较认识自己，你也做的这个的选择也不会那么多后悔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做选择你是如何做选择另外的就是，其实在外在世界或者我们跟别人互动相处的时候，有很多东西我们觉得是没有的选择的，因为别人不是真的给你选。比如你有个好朋友，他就打电话告诉你说，可不可以借我1000块？如果他这样子说，可不可以借你1000块？你立刻会想到说，借还是不借？或者别人来邀请你说，今天晚上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吃饭吗？去还是不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有得选，其实2个选择并不是选择。选择最基本的数目呢，就是3个选择才是选择。比如我们说借钱，借和不借，这是2个。然后有没有第3个选择？第3个选择可能是我先问问他为什么你需要这1000块。然后第4个选择是说，我没有1000块，我可以借你100块。然后这是第4个选择，还有第5个选择。所以我们要这样子去练习，当别人只给我们2个选择的时候，这是两难的一个的处境，所以这不是真的选择。所以我们自己要把它改变成为有3个、有4个、有5个、有6个。这有什么好处呢？这非常好，因为呢，它会让我们的内在不会有一种的压力，然后不会让我们觉得我们人生是没得选。通常这些让我们两难的这些决定，通常都是在我们身边的亲人，或者是比较重要的人，比如我们爱人，比如我们的老板，比如我们的同事，我们不想得罪的一些人。所以我们改变不了外在，我们就得改变我们自己的内在。所以我们要2个选择，不是选择。告诉自己这句话，记得2个选择不是选择，有第3个、第4个、第5个。比如别人约会我就说可不可以跟他一起去吃晚餐？我不是不想跟他去吃，我也不想跟他单独去吃，所以不是去或不去。可以第3个选择说，我可以叫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吗？或者是第4个选择、第5个选择，你慢慢去想，你就会想到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人就觉得很绝望，在生活里面，这个共同点，大家觉得绝望的都是觉得人生没得选。人生没得选是一个悲剧。所以让我们今天开始练习这个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的一切事情里面，我们开始有喜乐，开始有得选。在香港有一句话就是有得选才是老板。有得选才是老板。这有得选让你觉得有自由，有得选让你觉得我是可以自我负责的。真正的有得选，然后如果你有3个选择、4个选择之后呢，你真的选择第4个，那就是说，我承认了，就是我选了这个，然后每一个选择都有它的代价，我也愿意付上这个代价，因为你是思考过的，
你是思考过，你不是在潜意识里面很快就说哦可以可以，好，你去思考过，然后你做这个选择，背后你也想了做这个决定的付上的代价是什么，你愿不愿意付上？你这样子慢慢就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，人人都很喜欢你，每个人都喜欢一个负责任的朋友，对不对？然后另外的就是你的选择，你的人生开始有了自由，你不再是觉得没得选，好不好？在多困难的环境里面，不管是政治、家庭、公司、工作，我们都可以选。祝福你的人生，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